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在危机降临之前暂停债务上限立法的话，美国政府将会面临危机，尤其是在如今面临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美国国会更要迅速采取行动。这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前不久发出的警告。那他所指的危机是什么？如果危机真的降临，会对全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第一，耶伦所指的危机到底是什么？是否危言耸听呢？第二，与以往的危机相比，这一次的情况到底哪里特殊？第三，这场危机有化解的可能性吗？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耶伦所指的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讲一个简单的逻辑，试想一下，如果美国偿还债务的本息加在一起就覆盖了整个税收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政府公务人员的开支、军费开支以及社会保障经费都没有来源，那么国家信用将面临崩盘，只能被迫发行更多的政府债。但是整个世界都会感知到美国可能没有偿还本息的能力了，也就意味着一直以来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或将面临崩盘。如果真到了这个时候，就会酝酿出一场巨大的危机。所以包括耶伦在内的美国政要，还有许多大型的企业家、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士，都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美国将要迎来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暴风雨要来了。那美国现在的债务水平真实情况如何呢？曾经几何，美债可谓是十里飘香，享誉世界的优良资产。老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债务总额是2.6万亿美元，年利率9.2%。为了打海湾战争，老布什借了1.4万亿美元，然后轮到克林顿执政，当时的美国债务总额是4万亿美元，年利率下降到了7.25%。接下来是小布什就任，当时美国的国债总额是5.76万亿美元，年利率6.3%。在他执政期间，掀起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借了4万多亿美元，然后交到了奥巴马手里。当时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达到了10.2万亿美元，年利率4.5%。在任8年期间，成功的将美国国债扩大到了19万亿美元，年利率下降到了2.5%。特朗普意识到了当前美国债务问题的严峻性，立志于解决美国国债不断增长的问题。于是，在特朗普主政的前3年，美国国债增加了4万亿美元，平均年增速1.3万亿美元。2019年，美国的国债规模首次超过了 GDP， 达到了23万亿。到了2020年，美国未偿国债规模累计至约27.7万亿美元，而2020年美国 GDP 总额约为21万亿美元，负债水平已经高达约131%。7月9号的数据，10年期美债一度跌破1.3%的重要水平，最低触及1.25%。如果美国债务余额一旦超过美国 GDP 的150%，美债发行就会陷入困境，美元就会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刚才我们说10年期美债一度跌破1.3%，而美债收益率之所以可以这么低，是因为美联储制定了一个非常低的央行利率。这么低的利率能够推行下去，是因为整个美国的资产收益率都在飞速下降，买美债无疑是矬子里面拔大个，实属是无奈之举。因为美债利率也被称为避险利率，也叫做无风险利率，所以有一些避险资金除了国债，也真的是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不过这样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不仅没有增大，反而减轻了。关银河浩渺，仰天长啸，我真的还想再借他个30万亿。你这种情况就好像日本央行从资本市场上大肆购买各种债券和 ETF， 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这样一来，无论是企业机构或是国家发行多少债券，试图从市场中圈多少钱，他们都能如愿的找到一位中级买家。一般债券市场如果供大于求，利率通常会上升，债券的价格通常会下降，也就是说债券的价格和利率成反比。但是被这么一搞，这个调节机制就失效了。失效的后果是，无论市场上债券泛滥到什么程度，利率也上不去。极低的利率又意味着借贷的成本很低，这又会刺激更多的人发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为什么大家对日本如此惊人的高负债显得特别的淡定呢？因为日本跟美国的情况还不一样，日本老百姓都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他们的国民储备率很高，这就导致央行为了增加市场货币的流动资金，不得不大肆购买各种债券和 ETF 来向市场补充流动资金。而且日本的国债是本币债而不是外币债，这些债务有95%都被日本人自己消化掉了。即使遭遇偿付危机，央行也可以透过印钞票的方式去化解。那美国除了发行更多的国债以外，遇到偿付危机，可不可以也透过印钞票的方式去化解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第二个问题，与以往的危机相比，为什么说这一次的情况比较特殊呢？其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就一直在印钞票，通胀却始终控制在2%的范围内。到了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后，加速印钞，通胀还是很温和。这是因为美国当今的社会已经高度金融化了，这些在美国流转的超发的钞票，绝大部分进入了美国的股市，在金融体系流转，
这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美国本土物价上涨的压力。但是蓄水池也是有一定蓄水能力的，它也不是无限蓄水的。直到2021年，拜登执政继续加足马力印钞票，短短几个月又印了几万亿美元砸进市场，蓄水池终于蓄满了，于是通胀终于降临了。3月中旬的时候，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的同比升幅由2020年4月份的0.3%、0.48%上升至2021年2月份的1.7%、1.55%，物价水平持续走高。你要知道，各国印的钱在各国的资产负债表上都是负债，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妖魔化印货币这种行为，因为这是现代金融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谁也逃不掉。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我们会发现流通中的货币这一科目是在负债下的，钱对于我们来说是权益，但是对于央行来说是负债，都是央行欠我们的，它还的时候就叫做缩表，使流通中的货币少一些，给经济降温，防范风险。反过来就叫扩表。就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1年7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率0.5个百分点，就是在向市场投放流动的货币，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就叫做扩表。类似的，美元以及美元资产在其他国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是一种资产，但是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里是负债。所以说，负债不超过一定水平，其实印钞票这种操作也无可厚非。但长期来看，这么无节制的印钞票总是要出问题的，背后是美国经济如何反弹与全球投资者对美元信息下降的赛跑。所以这场危机的本质不在于负债，而在于因为负债规模过于庞大，让全球投资者对美元失去信心，而庞大的负债水平导致美元的利率永远不可能回到5%的水平了，因为你根本付不起利息。有个词叫做美元潮汐，也叫美元周期。美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大规模的异常降低美元的利率，迫使美元流到全球那些具备高资产收益率的国家，经过一段盛世繁荣之后，再大规模的异常升高美元的利率，吸引美元回流到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来掌控世界的经济大权。所谓的加息，就是指一个国家中央银行提高利息的行为。这种加息能力的降低，直接废掉了美国利用美元潮汐收割全球的能力。以前美国一印钞票，全世界都得跟着它印钞票。中国如果不印人民币的话，人民币就会有升值的压力，人民币一升值，就会导致中国制造的商品在海外的价格提升，出口困难。本来卖10美元保本，现在得卖12美元才行，而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却变得更便宜了，于是进口大量增加，本国制造业就会有生存的压力。这个时候，美国就会由贸易逆差变为顺差，吸引资本回流，提振经济，让一个国家加快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如果经济反弹，全球投资者自然会对美元恢复信心，所以美元放水，全世界都得跟着一起通胀。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一放水，我们的股票、房子都会涨价的原因。这一次美国爆发通胀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快速的升值。以往美国印钞票，我们都会选择紧随其后，但是这一次情况比较特殊，我们选择不跟。不是说如果不跟会让沿海制造业出口困难吗？因为这一次情况不一样，新冠疫情导致全世界开工率不足，而中国的坚强抗疫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保证开工率的国家。在对中国加征25%的关税的情况下，中美贸易逆差再创新高。本来美国还指望印度能成为代替中国的世界工厂，但是今年的3月初，印度疫情突然2次爆发，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疫情恶化，让中国的商品变成了比美元还硬的硬通货。美元的放水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迅速攀升，因为美国不是制造业大国，这些大宗商品里面它只需要石油，其他的只有中国才需要。但是中国的策略是让人民币适度升值，这样一来，以美元计价的原材料就相当于便宜了，中国工厂的成本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就算我们的商品价格上涨了，因为市场上没有替代的商品，你该买还是得买，这就导致美国境内的物价水平持续走高，产生了通胀。这番可以进入教科书的史诗级操作，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所以看样子印钞票这件事儿已经变得不可持续，所以耶伦才会呼吁国会，如果不能在危机降临之前暂停业务上限立法的话，美国政府将会面临危机，这绝不是耸人听闻。那最后一个问题，这场危机有化解的可能性吗？截止到2021年1月，美国的国债存量高达约27.7万亿。随着美国国债存量的不断攀升，美国以外的国际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这些国家
大对美元的需求，是美国不断扩大美债规模这一举措可以长期实施的前提条件。站在这些国家的立场上来说，美元的信用和债务水平的关系，就是其他国家对美元失望、丧失对美元需求的临界点。而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说，靠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支付体系可以来为美元市场提供信心，为美元续命。当这种信心不足以弥补全球投资者对美元的失望的话，国际投资者对美元需求的偏好就会下降，美元的信用就会出现危机。那个时候，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就会朝着实质性变化的方向演变。